劫妖鬼怪，却怎么在此伤生害命，报上性命？我老朱饶你不死！我乃卷帘大将，只因王母开蟠桃大会，不小心失手打破玉玻璃，被贬流沙河。过路的行人渡水的渔夫都舔了我的肚皮。虽然你看起来粗糙不好吃，我也将就塞在肚皮吧。你这妖怪，好没眼力！我老朱嫩得很。来，这儿，噗噗，吃吧！来。哎呀，你这早问的弼马温，你怎么就这么猴急呀？啊！你等我把他引到高处，然后你挡在河边。师傅，你看看这，啊，现在好了，你看看，躲进水里了，再也不敢上来了。他，师傅，这早问这猴子，他坏了咱们2次大事了。你还不多念几次紧箍咒？你咒他你！闭嘴吧你，呆子！师傅，您不咒他呀？啊？去！师傅放心，带我前去化些斋饭，吃了咱们休息休息，养足了精神，我再去请他。师傅，我看咱们是上了这臭猴子的当了。哼！什么当啊？那逃出去化斋，我看他现在早就回花果山了。哼！哦，对了，还把您老人家这个紫金钵盂一块给拿去了吧？哎，哼！悟空不是这样的人。他怎么就不是这种人啊？他这又说谁坏话呢？猴哥，你回来了！我这跟师傅夸你呢，说你腿脚勤快，回来得快。猴哥，师傅，你吃吧。吃。悟空，我看咱们干脆去你化斋的那个人家，向他打听一个过河的办法，也省得与这妖怪争斗了。师傅，那人家离这远着呢，少说有5、7千里路呢，他怎么知道如何过河呢？猴哥，你这又吹牛了吧？5、7千里路，师傅，你怎么回来那么快？我老孙的筋斗云就有10万8千里呢，随便扭扭屁股，就打个来回，这有何难？既然这样容易的话，那你就背着师傅他老人家，只要你点点头，师傅，再这么扭扭屁股，把师傅他老人家背过去不就行了？呆子，你也会驾云，你如何不驮呀？那是，师傅他老人家是凡胎肉体，那是重似泰山，就是我老朱，我驾着云，那我也背不住师傅他老人家，是吧，师傅？这事儿，猴哥，得靠你那个
筋斗。看我，看我，我的筋斗也是驾云。哼，你驮不动，我如何就驮得动啊？其实要说把师傅送过河并不难，我老孙好歹是个神通，也能办得到。只是师傅要穷力一帮，否则就难脱苦海，这才寸步难行啊！哎，我和你只能尽力保他身在命在，咱们只能做到这些。就算咱们使神通带师傅到西天，到佛祖那儿也不肯把具给咱们嘛。哎，哦，我明白了，原来是佛祖他老人家想诚心折腾我们是吧？说对了，这西天路上108000里，一步一难，一步一妖怪，难呐！哎，师傅，正所谓若将容易得，便作等闲看。我相信佛祖让我们走的每一步路，都不是白走的。就好比，若没有收了8戒，到了这里就真的没有半点法子了。所以面对眼前的困难，无需太恐惧，也不用着急，平常心面对吧。是师傅。哎呀！师傅，你看，师傅，要不是刚才我老朱啊，你说他能赢得那么容易吗？他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你看，太好了，猴哥，要不是我前几次把这妖怪给打累了，你这回擒他能那么容易？好，都是你的功劳，行了吧？要不是你，我早降了他了。你师傅，你们有闲情在这里斗嘴，何不设法渡河？师傅说的对，走，八戒，牵马，拿行李。你看把你给能的！
我们正想降那妖怪，躲师傅过河呢。那流沙河的妖怪，乃是卷帘大将林凡，也是我劝化的善信，保护取经之人。你若肯说出是东土取经人，他绝不与你争执，断然归顺。哎，你要是下次跟我师傅找帮手，早说嘛！我们总不能每次逢个妖怪都要自报家门一次。哎，再说碰到哪个坏心眼的，别再自投罗网了。真遇上那种妖怪，再做道理。悟空，你把他的妖气打出来，好保护你们西天取经。好。悟净，弟子参见观音菩萨。你要等的取经人在此，你还不拜见师傅？是。师傅，弟子有眼无珠，不认得师傅，多有得罪，请师傅见谅。悟净，那个是猪八戒，那个猴头是孙悟空，都是我渡了来保护唐僧取经的。你果然愿意诚心皈依我佛吗？你看，弟子承蒙菩萨教诲，指河为姓，其法名沙悟净，岂有不从师之理？这天底下又多了个和尚。多谢师傅。师弟沙悟净参见大师兄、二师兄，师弟多有得罪，请两位师兄见谅。我老猪肚大能容，赋予他一般见识。呆子，来，起来吧，悟净。悟净啊，师傅。悟净，你祭禀加持，不必续烦，就把你那9个骷髅穿在一处，按9宫布列，却把这只葫芦安在当中，就是法船一条，可渡唐僧过流沙河界。是。师傅，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你呀，师傅，这天色已晚，今夜在哪儿歇歇啊？出家人餐风宿水，卧月眠霜，随处皆可安歇。哎呀，泥地上硬，夜里露水重，怎么好睡啊？师傅睡的，你还睡不得？猴哥，你走得轻省，哪知道别人累啊？这一向爬山过岭，肚里饥饿，早就饿死人了。
我看还是找个人家，一来化些茶饭，二来养养精神。呆子，你这番话是抱怨了啊？这本来嘛，这饿了就要吃，累了就得睡，便是人之常情。像从前我在高老庄，行了行了，你少在这抱怨了。我劝你死了心吧你。猴哥，这我那是心疼沙师弟。你看他挑了那么重的担子走了一天了，一定是累坏了他。啊，没事没事啊，我没事。你傻呀你！啊，帮你说话呢，怎么就木头木脑的，也不懂搭腔啊你？八戒，你进入了沙门，就该吃辛受苦，这样才做得徒弟嘛。哼，一样磕头拜师，偏偏你是徒弟，我跟沙师弟我们就是长工啊。哼，总之我老孙只管师傅好歹，你跟沙僧专管行李马匹，不然我对你不客气。嘿嘿，猴哥。嘿，我们哪敢使唤您呢？嘿，您是齐天大圣啊，是不是？这心高气傲，我哪敢让你挑担子呀？嘿，我的意思是，你看这白龙马高大肥壮，只驮了师傅他老人家一个人，这怪可惜的。我就想吧，多放点行李，这不也算咱们兄弟情深吗？他可是西海龙王的三太子，只为犯了天条，才被玉帝贬下来。给师傅做徒弟，取经折罪，这都是人自己的功劳，你抢什么呀？他是天上的龙，那龙有的是上天入地的手段，翻江倒海的神通，他行吗？他走的比我老猪还慢呢，哼，哪像条龙啊！真是。你想让他快是吧？好，我让他快给你看。猴子，你快点，师傅！慢些跑，别惊了师傅啊！师傅，您说这荒山野岭的，哪来的这么大宅院啊？哎呀，这么大的庄园，不像是普通人家居住的。你看，里面有仙气呢。啊，仙气，这可比我老丈人家那个大2倍呢。你怎么又想娘子了？我就知道你这么说，我就是打个比方。好了，悟空，你就先去打听打听吧。好，我马上去。谁呀？妖怪！妖怪！老婆子，别跑别跑！我不是妖精，我是和尚。为何擅自闯我家门？我是奉旨到西天拜佛求经的，路过此地，看天色已晚，特向老菩萨这儿借宿一宿。真是和尚？确是和尚，却是4人，是师徒4人。快请进来吧。多谢老菩萨。请喝茶。山野地方没什么好招待的，请诸位长老见谅。啊，客气。敢问女菩萨高姓？贵地又是什么地名？此地乃是犀牛贺州，小夫人娘家姓贾，夫家姓莫。看见了吗？是4位长老，就是4位长老。那个女菩萨，你是没了丈夫，一个寡妇啊？不是我一人寡妇，连带我3个女儿都是寡妇。一门全寡，你家运也太不幸了。可不是嘛，前年我丈夫疾病身亡，接着就是大女儿、二女儿，小女儿的丈夫一个个都没了，没奈何，他们只得回到娘家和我这个老太婆守着。幸好家资还算丰厚，我们母女4人的日子还过得去。万般
皆是因果。女菩萨莫太伤心啊。其实，女菩萨，我看你年纪也不老，你的女儿呢年纪也不大，不行啊，守不住就改嫁吧。哎，八戒，我这徒儿口无遮拦，女菩萨请莫要见怪呀。不怪不怪。说句不怕笑话的话，我们母女也想再嫁，可外面都说我们是命中注定无福，嫁一个克一个，嫁2个克1双，没人敢娶。况且我也舍不得这份偌大的家业。这没人娶，又嫁不出去。嘿，女菩萨，我看不行，就招个女婿吧。那可不，我也跟几个算命先生打听过，他们都说我们母女4人是同命，命中无夫。说我们一定要找那种命中无妻、无家无业的男人才可做女婿，白头到老。这事儿你算问对了，八戒是行家。不是二师兄，你以前是做媒的吗？谁做媒了？嘿，我可不是做媒的啊。我就是给别人当了3年的上门女婿，不过自从随了师傅做了和尚，现在也没了娘子了。这可倒好。我说你们3个都出来吧。是。见过4位长老。有理有理。好，退下吧。是。诸位长老，你们做和尚的正是命中无妻又无家无业，却又恰好是4人，正合了算命先生所说的。这是天意安排，要你们师徒给我们招为女婿。对，是天意呀，要不然……阿弥陀佛，贫僧发愿要往西天取经，心中再无2念。说句不怕笑话的话，我们母女也想再嫁，可外面都说我们是命中注定无夫，嫁一个克一个，嫁2个克1双，没人敢娶。况且我也舍不得这份偌大的家业。这没人娶，又嫁不出去。嘿，女菩萨，我看不行，就招个女婿吧。那可不，我也找几个算命先生打听过，他们都说我们母女4人是同命，命中无夫。说我们一定要找那命中无妻、无家无业的男人做女婿，才可白头到老。哦，这事儿你倒问对了，八戒是行家。不是，二师兄，你以前是做媒的吗？谁做媒了？嘿，我可不是做媒的啊。我就是给别人当过3年的上门女婿，不过自从随了师傅做了和尚，现在也没有娘子了。这可倒好。我说你们3个都出来吧。是。见过4位长老。有理有理。好，都退下吧。是。哎呦，你。诸位长老，你们做和尚的正是命中无妻又无家无业，却又恰好是4人，正合了算命先生所说的，这是天意安排，要你们师徒被我们招为女婿。对，是天意啊，要不然这……阿弥陀佛，贫僧发愿要往西天取经，心中再无2念。可我听说取经路途遥远，高山险阻，满地瘴气，
毒蛇猛兽，凡人肉身难以抵挡。还有谣言说，吃了大唐取经僧人的肉，可以延寿长生。这一路上，千万妖怪都摩拳擦掌，等着吃唐僧肉呢。这倒不怕，有我们兄弟3人，我师父是不会被吃掉的。就算经历重重困难，到了西天取了经，对你们又有什么好处呢？利益众生，圆满心愿。可众生谁又感激你呢？大凡人劳碌了一辈子，不都图个富贵逍遥、好吃好睡的？我家有下一辈子都使不完的金银。你师徒若肯回心转意，招赘在韩家，夫妻相伴，共享富贵，却不强如往西劳碌。我辈出家人，岂以富贵动心，美色留意呀？真可怜，出家人有什么好？女菩萨，你在家人又有何好处啊？长老，我讲给你听。四季有应时的新衣，有高楼广宅安居，什么用的呀、吃的呀，都取之不尽。睡软榻，盖灵被，花烛下，其乐无穷。在家人享受荣华富贵，有吃有穿，儿女团圆，固然是好。但我出家人，专心修为，外物不生口舌，身中自有阴阳。待功德圆满，明心见性啊，却胜过在家贪吃血食，老来落得一身臭皮囊啊！破和尚无礼！若不看你东途远道而来，就该轰你出门。我可是真心实意招赘你们师徒4人为贤，你却言语伤我。就算你受戒发愿，永不还俗，可你这3个徒弟未必有你这心肠，难道我便招他们不得？可问他们3人之意？哎，我可不当什么女婿，我要是不做和尚，还回花果山当我的大王呢。谁稀罕做女婿？八戒，这事儿还得你来。我不是那种人，那个，沙师弟啊，要不然你和师傅他老人家待的时间短，还没生出感情，要不然，你就留下。我不要。蒙菩萨教诲受了戒行，蒙师傅收我，又成教诲，跟着师傅还不到2个月，未得半分功果，我怎敢贪图富贵啊？我绝对不会做这欺心之事的。对。诸位长老都不肯留下，来人，在，请4位长老到外厢歇息。是。师傅，你看看你，沙师弟，这都怪你，你没事招惹什么女菩萨呀？你看看，连顿斋饭都没混上，没饭吃，你去给人家当女婿，天天吃饱饭。这师傅，我可没说您啊，我是说，一定是我老周饿得眼睛都花了，都怪师傅。你说你逞什么口舌之能啊？哎呀，快把我老周给饿死了！嘿，我找点吃的去。长老，长老一定饿了吧？我给您备了些斋饭，请快些品尝。下去吧。是。谢女施主施舍。
我不饿。贫僧还有晚课要做，女菩萨请便吧。长老何必那么急着下逐客令呢？况且这又是我的家，我想留便留，想走便走，不是吗？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哦，感情长老还在生我娘的气呀。不如我为你舞上一段，当做赔罪。长老，我的舞跳得如何呀？你不看我，是不是因为你怕看了我，就守不成戒，做不成和尚了？若是我说错了，那你就抬起头来，仔仔细细的看看我。长老，你说我美是不美？美或不美，贫僧无以相告。出家人不打妄语，所以你这是不敢说出实话。在贫僧的眼中，你与一具白骨无异。一具白骨美或不美啊？哼，你这和尚就是不回答我的问题。凡肉眼所见，皆非实相，是以无话可答。皆非实相，长老。可是我这个人，就这么活生生的在你面前，看得见，也摸得着。那你说，那怎么会不是真相呢？嗯。阿弥陀佛。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。罢了，还在念经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好和尚，一心不乱，竟还记得念到何处，接着念下去。